周六上午，国新办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民主没有照搬照抄西方民主模式，而是创造了中国式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中国民主的初心。在回答英国路透社记者有关中国民主与美国民主孰优孰劣的问题时，发言人用数据证明公道自在人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以中英文发布，约2.4万字，分为前言、正文、结束语3个部分，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民主价值理念、发展历程、制度体系、参与实践和成就贡献的重要文献。白皮书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100年来，党高举人民民主旗帜，领导人民在一个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近代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白皮书介绍，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白皮书强调，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各国民主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成长于本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民主道路不同，民主形态各异。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中国基于本国国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了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人类政治文明的百花园之所以绚烂多彩，正是由于不同文明各有千秋，以自己的尺度评判他国，甚至迫使他国照搬自己的政治制度、民主模式，这是反民主的，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国新办举行的这场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负责人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在问答环节，路透社记者提到有关中国民主与美国民主孰优孰劣的问题。对此，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回应称，通向民主的道路不止一条，实现民主的方式丰富而多样。比较中国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孰优孰劣，实践最有说服力，人民最有发言权。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是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而不是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为了选举，他们可以随意许诺，当选后却很少能兑现承诺。他们表面上受选民的监督，但只要当选，选民就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有在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人民不喜欢，更不需要这样的民主。田培炎指出，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接受党和人民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监督，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利始终用于为人民谋利益。不管官多大、地位多高，一旦发现有违纪违法行为，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惩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这样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更广泛、更真实、更管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中国进行了13年连续的调研，他们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民对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满意度高达93%。我想，中国的民主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孰优孰劣，公道自在人心。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东西方，特别是中美对于民主的不同看法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我们注意到，美国即将召开所谓的全球民主峰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呢，白皮书的发布有着特别的意义。外界注意到，美国政府即将在下周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在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问称，中美是否正陷入一场围绕着民主话语权之争？对此，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凌回应称，
少数国家以同我即对、非我即错的霸道思维，把其他民主形式视为不民主，甚至进行排斥打压，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他们自身民主有着斑斑劣迹，国内治理一团糟，却对别国的民主指手画脚，横加指责，这难道就是他们标榜的民主吗？美国自诩民主领袖，组织和操弄所谓民主峰会，实为以民主为幌子，对与其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进行打压遏制。这种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的行径，将是人类民主发展史上的笑话，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实际上，就美方拟举办所谓的民主峰会，中方近来已多次在不同场合予以回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通电话时，进一步阐述中方立场。王毅强调，美国的目的不在民主，而在霸权，是假借民主的名义维护其在世界上的独霸地位，是以民主为旗号，借机干涉别国的内政，是滥用民主的价值，在世界上制造分裂。在民主问题上，美国自身问题成堆，如果仍以民主的卫道士自居，那就是典型的道貌岸然。美国人所谓这个意识形态划线，组织世界民主峰会，把中国排斥在外，搞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团团伙伙，这其实对于今天疫情冲击下国际社会的团结，对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于世界今天人类在更多的渴望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加强合作团结，都是一种背道而驰。那对于美国这样的背道而驰做法，我们必须给予坚定的反击。中方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很多国家都认为美国没有资格给别国出试题定标准，也没有权利要求别国只能效仿美式民主。当地时间周3举行的欧盟大使会议上，匈牙利政府明确反对欧盟集体参加所谓民主峰会。匈牙利总理办公室部长古利亚斯称，匈牙利没有美国那样严重的民主问题，希望匈牙利不会像美国那样。会不会形成美国所期待的这种阵营的这个划分，这个效果还有待去这个观察。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各国的这个战略自主意识呢是进一步增强，不会轻易丧失其基本的这个政治理性，放弃自己的这一些这个核心利益，而去跟着某些这个国家去做一些既不利己也不利人，既不利自己国家也不利他国家的一些事情。在周6举行的从都国际论坛上，芬兰前首相埃斯科阿霍以视频方式回答了深圳卫视记者的提问。对于芬兰受邀参加美国组织的所谓民主峰会，埃斯科阿霍表示，他并未关注到这一信息。I'm not expert in this type of things, so I'm not anymore in government, and I'm only following political agendas. But this is part of the global competition today that major players are trying to create networks around them, and this is, in my eyes, one part of that kind of 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外界注意到，民主峰会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府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集团政治、制造分裂的最新证据。有美国白宫官员周五透露，拜登政府将在所谓民主峰会上推出一个限制向所谓威权国家出售监控设备和技术的协议。此外，相关国家还将分享这些所谓威权国家用于打击政治异议人士、记者、外交政府官员和人权人士的敏感技术信息。可以这个预测到的是，美国将在如何工具化利用民主这方面大做文章，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来捍卫自己的霸权地位。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那么周6，国新办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而在美国即将于下周召开所谓民主峰会之际，有国际媒体认为中美是在竞争民主话语权。那对此您怎么来看呢？
主持人好，我不认为存在所谓围绕民主的话语权之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实体有权利对他国的民主进行定义。但事实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基于自身的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对民主的理念、制度以及实践进行了高度唯心的界定，甚至到了我觉得你拥有的不是我认为的民主，我就要强迫你去拥有我认为的民主这样病态的地步。而国新办此次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本质绝非是某些人所臆想的竞争民主话语权，去定义别的国家是否为民主，而是为了反抗西方世界在民主议题上的话语霸权。因为这种话语霸权不仅是危险的，更是不负责任的。自二战以来，西方世界的精英不知疲倦地向世界灌输他们眼中的民主模式。70余年间，主动或被动接受西方输出的民主模式的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的22个增加到当前的超过110个。但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却是刺眼的真实。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做过统计，这些以西方模式为模板的民主国家，每6个中就有1个沦为失败国家。说实话，《华尔街日报》在标准上还是给自己的国家留了面子的。因为如果以中国解决国计民生、发展反复的成绩单为标杆，抄西方民主作业的国家，甚至把自己的作业拿出来要求世界抄袭的西方国家里，很多都是不及格的差生。正如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新办主任徐凌在记者会上强调，民主是多样的，实现民主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意义不在于否定或者为世界提供一个替代西方式民主的普世教条模式，而是从实践上证明，在西方的民主模式之外，还存在别的民主模式，且每个国家都应该也可以找到符合自身历史与社会发展阶段的民主模式。那么中方此次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对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讨论有何意义呢？我认为中国在民主议题上为这个世界做出了和美国完全不同的表率。美国是如何阐述民主议题的？30年前，我们听说了所谓历史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傲慢地宣布，西方式的民主将是人类政治制度的演化尽头。20年前，我们看到小布什总统威胁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意识形态圣战，强调传播甚至不惜以武力传播民主制度就是美国的天命。10年前，奥巴马自信满满的宣誓要在全世界建立单一的标准，那就是美国所认可的民主体制。而中国呢？就此次白皮书而言，在超过2万字的5个章节中，中国回溯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主的历程，总结自省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实践。中国并没有通过攻击他国而取得某种优越感，而是以平等有建设性的姿态来表达，希望未来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是权力的自省和约束，而不是权力的无限放大。相较于中国，美国在民主议题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极富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唯我独尊，是一种认为自己的制度无与伦比、无远弗届，更是一种极致的自我放纵、自负而又暴力。在此之下，美国又有什么资格让中国乃至让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信，美国所灌输的就是实质意义上的民主呢？恰如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新办主任徐凌所言，少数国家以同我击对、非我击错的霸道思维，把其他民主形式视为不民主，甚至进行排斥打压，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讨论更应当是克制、内敛、反观自省的，而非对外的批评。但美国所主导的针对民主议题的讨论，就像美国对于民主议题的态度一样，已经变成了团体与团体、国家与国家，甚至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立。拜登政府将于下周举办的所谓民主峰会，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而中国此次发布的白皮书，则向世界表明，有建设意义的民主讨论可以是怎么样的，又应当是怎么样的。中国的白皮书在根本上向全世界表明，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无论基于怎样的体制和社会发展程度，首先去做好自己，才是真正意义上最大程度的发展民主。这不是一个横向的2选1，而是一个纵向的先后问题罢了。即便对于历来以民主楷模自居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而言，这个道理也是成立的。在过去的10年里，如果西方世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自身社会的政治改革，而非向外强迫他国接受自身的制度模式，也许今天也就不会有越来越多的欧美国家陷于民粹主义和社会分裂的泥潭之中。
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因为结肠有问题而辞职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上周口出狂言，声称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对于拜登政府突然被安倍晋三代表一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显然不认同。他向媒体再次澄清了美国政府是否会因台海出兵的态度，但他同时又宣称，如果中国大陆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将引发所谓灾难性的后果。在路透社周五举办的全球虚拟会议上，主持人提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国大陆是否会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布林肯做出如下表态 ：Well, I think that would be a potentially disastrous decision, and the short answer is this. 主持人又问，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是否会出兵？布林肯继续保持一贯的模糊说辞。Do you commit to sending in U.S. military forces? We've been very clear and consistently clear over many years that we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sure that Taiwan has the means to defend itself, and whether that's in defense articles and in services,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good on that commitment. 值得警惕的是，布林肯所称的协助台湾自卫，包括协助台军训练。近日，美国国防部证实，最近1年在台湾的美军人数增加1倍，包括29名陆战队员、2名陆军人员、3名海军人员和5名空军人员，一共39人。除了协训台军，主要是执行美国在台协会安保任务。布林肯还表示，美国将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他强调，这项政策在过去40多年间维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并给台海带来了繁荣。值得警惕的是，布林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中将台湾称为国家，并妄称中国大陆改变现状。人民日报周6发表终生署名文章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世界各国的正当必然要求，自古至今概莫能外。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美方应立即停止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行径，真正恪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危险错误信号。深圳卫视注意到，布林肯这次的涉台表态，实际上是打脸了2天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借一个台独智库在线研讨所抛出的狂言。安倍当时声称，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但布林肯很明显拒绝把台海有事与美军挂钩。分析指出，很显然，安倍的说法企图单方面将美国拖下水，但他一厢情愿将台湾纳入美日同盟的想法，属于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严重挑衅，也违反了11月16号拜登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对中方做出的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的承诺。因为安倍晋三的表态呢，实际上是纯粹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表态。那么美国方面呢，当然不会为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买单，也不会简单的被日本拉进他所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圈套里边。在台湾问题上，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极端右翼势力，其实现在已经是我们说完全暴露了他们的真容面目。对于所谓台湾归属问题上，日本基于殖民统治，他们内心依然挥之不去的所谓的他们那种对帝国的留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安倍将台湾有事视为这个日本有事，不仅中国不能接受，我相信就是客观的美国的学者专家也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布林肯美国国务卿他所做的反应，他不会完全的将今天的台湾有事就一股脑的说成是美国有事。美日同盟在涉台问题上，在整个所谓印太战略的实施问题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至少就是安倍最近的这个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讲话，确实有点过于嚣张。但安倍晋三的胞弟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显然还在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于周五就安倍涉台表态内容称，围绕台湾问题，日本国内存在这样的想法，希望中方理解。
事实上，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谬论，最早就是岸信夫本人在9月7号提出，但他当时不敢说日本有事，而是使用台湾在地理上距离日本很近，台湾有事，日本也不能置身事外的说法，当时就引发了轩然大波。安倍晋三演讲非同寻常，绝不可以等闲视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安倍的身份、安倍的政治影响力、安倍对于日本执政自民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走向的影响不能低估。一定程度上是日本政府借用安倍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但是呢又规避了所谓政府的直接表态，用这种打擦边球的方式来向中国摊牌，也就是说明确提示日本在台海问题上面是要干涉的。另一方面，美国确实是日本为印太战略的重要工具，不断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周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通电话，约定很快进行新一轮的安全磋商。五角大楼的新闻稿称，美日防长还讨论了深化防务合作以维持地区威慑力的努力。这次通话是在为岸田文雄上台后的首次美日2+2会谈做准备。日媒预测，此次会谈将讨论将台海因素纳入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近段时间以来，美日军演也越来越频繁。周六起，美日展开坚决之龙21联合演习，为期2周。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将首次运用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概念，进行海马斯高机动炮兵火箭系统的长距离空运与快速打击演练。每年其实常规的美日的各种演习都很多，但是这一次演习呢是一种全新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演习的根本目的是第一次要对美军新制定的一个方案进行检验，也就是美军的远征前沿作战基地行动通过远征性快速部署它的火箭反导系统和日本的地对舰的反导系统，形成有饱和式导弹打击能力的那么一种反导反舰的一种新的一个作战能力的检验。有台湾媒体援引岛内一家智库早年的分析文章称，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是美军支援台军的做法，但深圳卫视查证得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根据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的提出者美国海军陆战队发布的文件，这种作战概念针对的目标是大国竞争，绝非局部战争，针对的是实力相当的对手，绝非支援任何弱小的军事力量。远征前进基地可为美军部队及其武器系统提供作战支持、威胁保护、后勤保障，是对战时生存力较差的前沿基地设施的补充。而且根据日本陆自发布的新闻稿来看，这次演习的地点和内容都是远离台湾的。具体来说，是使用 C-130运输机将部署在冲绳普天间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炮兵火箭系统长距离空运到北海道的史就别演习场。而史就别演习场是美日针对北方威胁，也就是俄罗斯进行演习的传统场地。在那里举行的东方之盾系列演习已经持续了36年。实际上，日本陆自新闻稿也指出，这次坚决之龙21演习针对的是本国的离岛防卫。我们再来关注日本近期的一些军事动向，靠渲染炒作所谓的外部威胁，以谋求自我松绑，在军事安全领域搞突破，这是日本的惯用套路。近期，日本又打着邻国都在发展导弹的旗号，计划将其在研的巡航导弹射程扩大到1000公里以上。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军事扩展举动背后是美国的纵容，同时，日本介入台海的倾向日益明显。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正在计划升级并扩展其巡航导弹能力，以打击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报道称，这种射程超1000公里的新型导弹由三菱重工开发，可以从陆地发射，也可以安装到战斗机和军舰上，能够跟踪目标并更精确地打击。升级导弹总投资约8.8亿美元。目前，日本导弹的射程只有100公里到200公里。对于扩大巡航导弹射程，日本的理由竟然是邻国都在发展导弹。日本防卫省一名高级官员称，日本将研发射程1000公里的导弹视为威慑，因为中国和美国都在开发尖端武器，
俄罗斯明年将部署新型高超音速导弹，韩国取消其弹道导弹射程低于800公里的限制，朝鲜弹道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以此凸显日本的处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27号在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地出席检阅仪式时，同样是以周边安全环境急速变化为借口称，日本将考虑所有必要方案，包括对敌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有分析表示，岸田此番言论也意在为增加防卫预算营造舆论环境。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告诉深圳卫视记者，日本为了实现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势必要发展中远程导弹。而日本本身就是军事大国，因此绝不能忽视日本的导弹研发能力。现在日本现有的军力来说，它主要只有近程防卫的一些武器。那么今后未来也将为了实现能够具有这种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因此它势必要发展中远程的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我们知道，日本是个军事大国，它的造舰、造飞机、造导弹的能力，其实呢都是非常有潜力的。而日本的防卫预算也在急速提升。日本共同社称，日本防卫省2021年度补充预算案总额高达7738亿日元，创下补充预算金额之最，并且在此次补充预算案中，日本防卫省计划购置爱国者导弹以及地对空导弹维护和保养所需零部件等。岸田文雄11月曾暗示，不排除未来把 GDP 占比2%划入防务预算的可能性。在此之前，日本防卫费已经实现9连增。美国总统拜登在10月上旬的电话会谈中，针对岸田文雄增加防卫费的发言表达了期待。而近年来，日本朝野关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讨论不断升温，美国一直秉持放任的态度。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也规划在驻日美军基地部署中程导弹。美日勾结强化导弹攻击能力，将对东北亚安全形势造成严重威胁。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认为，日本研发射程1000公里导弹的技术能力是足够的，但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日本扩张军备背后最大的驱动因素是美国的鼓动。出于历史原因，日本的军事动作一向受到亚洲邻国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媒也承认，日本的导弹发展计划可能招致中国和韩国的反对，并可能损害中日经贸关系。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日前在推特上批评称，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是因为从美国购买导弹拦截系统等昂贵装备。自民党提出防卫预算翻倍的口号，而与美国合作将加剧地区紧张态势。一旦树敌，也将推高日本自身的防卫预算。如果日本不在周边树敌，防卫预算也就不需不断增长。扩张军力的同时，日本试图介入台海的野心也值得关注。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考虑在预算编制大纲中首次提及台湾，声称中国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极具活跃，以中国钓鱼岛和台湾做说辞，声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更加严峻，要求增加防卫费，强化所谓的防卫力。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1号在台湾智库发表线上演讲，谈到台湾问题时，竟然宣称，在台湾问题上面临的挑战，这与钓鱼岛、与那国岛等所谓日本领土领海所面临的挑衅没有两样。他放话，我们必须超前部署，防范中国从空中、海上、海底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挑衅。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我认为这不只是日本这个长期来一个想法，更重要的就是这是美国所默许。特别美国近期推展所谓的印太战略，越来越强调所谓的东海、台海、南海这个三海的联动。而且借由三海的联动来遏制中国的一个发展和快速的崛起，也因此，日本政坛越来越大胆，在这个部分往前推进和发言，其实主要还是受到美国的默许和鼓励。毛峰认为，日本一直有打台湾牌的动机，而安倍晋三此次涉台挑衅言论，代表的不仅是安倍晋三个人，也是为日本政府干涉台海进行舆论造势。安倍的放话，它具有战略层面上面的那种威胁，同时呢，更是日本要推动军事打击能力发展的那么一种舆论的造势。针对安倍狂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绝不容外人肆意染指。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的历史罪责。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任何人胆敢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称，中国大陆如果武力攻打台湾，将会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这场危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中国大陆首当其冲。对此您怎么来看？布林肯的这番话听起来没什么毛病，打仗肯定对谁都会造成冲击。可是这话分明又是一个巨大的话语陷阱，背后隐藏着逻辑错误。首先，布林肯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鼓吹中国大陆会在近期攻打台湾。其次，他颠倒了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把台湾与美国包装成正义的，而中国大陆则是对立面。还有就是，他对于台湾以及美国自身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所犯下的这几个错误，并不是无心之失，而是有意而为之。他跟当前国际舆论场上出现的几个对中国不利的舆论氛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几个不利于中国的舆论倾向，一是制造中国大陆即将武力攻台的恐怖氛围，以宣扬中国威胁论；二是把台湾问题由主权问题操作成为了人权问题，由中国的内政问题操作成了外交问题，以便为西方干预制造所谓的道义上的制高点与合理的借口；三是将当前台海危机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了中国大陆的动武或是可能的动武。事实上，假如台海真的发生战争，这背后的逻辑链条一定是台独与外界势力的介入，才引来了中国大陆的武力阻止，并引来了美日等国家的武力干预。而国际舆论却对台独与外部势力的介入这个因素完全视而不见。这三个不利的舆论倾向，使得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被迫背上了三个沉重的黑锅。而要甩掉这几个黑锅，就需要我们在对外宣传的时候，要能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告诉外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主权与内政问题，不是人权与外交问题。没有台独与外部势力的介入，就不会有中国大陆的动武，不会有台海战争，以消除外界有关中国大陆即将动武的疑虑。另外，在安倍晋三发表涉台湾有事谬论后，日本现任防卫相安倍晋三胞弟岸信夫以及日本外相林芳正不仅不纠正错误，反而站出来挺安倍。那对此您又怎么来看呢？我注意到有一种评论认为，这是因为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最近流露出了要跟中国改善关系，重新在中美两个大国中奉行平衡外交战术的倾向，所以安倍要以这种激进的言论来牵制岸田，阻止岸田外交政策的转向。我认为这一判断值得商榷。首先，虽然岸田成为了日本新首相，但安倍仍然牢牢掌控着自民党与日本政局，尤其是牢牢地掌控着日本国会众议院。在众议院中，安倍派的人数多达89人，而岸田派只有41人，远远不是安倍派的对手。其次，在反华与支持台湾已经成为了自民党以及日本政坛的政治正确的大背景下面，岸田派想要改善的只是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在对华外交与台湾问题上，岸田派与安倍派其实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正在强力推行印太战略的大形势下面，岸田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没有转圜的空间。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安倍发表的涉华错误言论提出严正交涉之后，作为岸田内阁中主导日本国防与外交政策的岸信夫与林芳正，不仅不对安倍加以阻止，反而站出来背书。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安倍在台湾问题上的这番说辞，不仅不太可能是个人观点，反而极有可能是要以退休首相的个人身份为掩护，为自民党与日本政府即将在台湾问题上出台的强硬政策在放风。那么假如我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那这里面可能就透露出了两个政治信号，一个是日本正准备抢在美国前面，将军事协防台湾的政策
由战略模糊化转向战略清晰化。二是美日两国将会做出一个新的决定，双方将以美日同盟的方式共同介入台海局势，而不再是以单个国家的名义介入。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俄双边关系已经逐步走向临界点。在东欧边境难民问题上，两方相互指责；俄乌边境的潜在军事冲突问题，美俄争吵不断，相互放话威胁，双方更是相互驱逐外交官，导致使馆人员数量创下新低，只能维持基本运行。关键时刻，美俄元首决定举行视频会晤，这次会晤能否挽救当下的两国关系？来看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周五表示，普京与拜登视频会谈的时间已经确定，但具体细节将与美方最终商定后再公布。谈及会谈的可能议题，乌沙科夫表示，俄提议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达成法律协议，从而避免北约继续东扩。两国总统还可能讨论战略稳定议题及倡导举行联合国安理会5常峰会。北约东扩一直是俄罗斯最为关切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对话中，我们将坚持要求制定具体协议，以杜绝北约继续进行任何东扩和在俄领土附近部署威胁我们的武器系统。他指出，北约国家口头上承诺不会东扩，但做的却是相反的一套。现在，莫斯科需要为履行其所承担口头义务的西方同行做出法律保证。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6月，在当时俄美关系不断探底的背景下，普京与拜登曾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为的就是确保两国关系保持战略稳定，能够止损。双方虽然都给予会晤积极评价，并同意让两国大使重返各自的外交岗位，但也坦诚并未取得任何重大突破。A relationship that has to be stable and predictable. And where we have differences, I want President Putin to understand why I say what I say and why I do what I do. We a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say this is a red line. But I'll give it to you point blank. We haven't went so far as to define the specifics. 俄美确认将再次举行普拜会之际，外交关系仍在持续恶化。俄塔社近期援引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的话称，27名俄罗斯外交官及其家属被美国驱逐，他们将不得不在明年1月30号离开，明年6月30号还有同等数量的俄外交人员离开美国。安东诺夫周五表示，俄美总统的接触将有助于稳定双边乃至过度升温地区的紧张局势。美俄双方元首会晤前都有外长提前接触的惯例。为了给新会晤铺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在瑞典举行了约40分钟会晤。然而，短暂的会议并未有重大成果，双方也没有在乌克兰问题上取得进展，仅强调外交沟通的重要性。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美俄关系的重要议题。目前，俄乌双方各自陈兵边境，整戈待旦，冲突似乎一触而发。美国和英国媒体日前不断制造舆论，声称俄已在边境集结11.5万军力，人数已超过今年4月俄乌边境局势紧张之时的俄军数量。美情报部门更是渲染称，俄计划在明年初入侵乌克兰，军队将从克里米亚、俄乌边境和白俄罗斯3个方向进入乌克兰。此前，乌国防情报机构负责人伊洛布达诺夫准将告诉美国《军事时报》，俄军已在乌东部署40个营级战斗群、1200辆坦克和2900辆步兵战车。布达诺夫声称，俄军计划发起的合成攻势可能包括空袭、炮兵火力突击和装甲突击，同时在乌克兰东部进行辅助空降行动，在敖德萨和马里乌波尔进行2栖立体夺控，并通过邻国白俄罗斯进行小规模牵制攻击。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呼吁西方国家吓阻俄罗斯。面对所谓俄罗斯威胁，北约紧急召开会议寻求反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乌克兰是北约高度重视的伙伴，北约将为乌克兰提供政治及实质上的支持。俄罗斯若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将面临严重后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表示，在对抗俄罗斯方面，北约国家是团结一致的。北约可能采取一系列过去一致避免使用的高影响力经济措施，将给俄罗斯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后果。对于北约指控，俄罗斯坚决否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周三报道称，俄是根据本国需要在领土上调动军队，并没有对任何国家造成过或正在造成威胁。同一天，俄外交部证实，乌克兰在乌东冲突地带的军队人数已达12.5万人，已经达到乌克兰全部军力的一半。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指出，俄罗斯无意侵犯别人，也没有酝酿任何侵略计划。
所谓俄罗斯侵略的说法，只是北约在俄边界附近部署更多军事装备的借口。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АТО по эскалации ситуации прямо на наших границах. НАТО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от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наших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о сняти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о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и опасных инцидентов. Мы предложили, как вы знаете, сугубо конкретные меры по этим вопросам. Ну и военные потенциал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том числе вблиз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ниц, активно. 实际上，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至今，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就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数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且不断与乌克兰举行联合军演。北约方面称，演训活动旨在强化北约各成员国间的一体化作战能力。北约侦察机在黑海地区对俄罗斯的监控也从未间断。Наши западные коллеги просто абсолютно утратили культуру диалога, культуру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достижения консенсуса, способностью креативно искать баланс интересов. Чуть что не по их, так сказать, желанию, сразу вводится санкции.